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只要21天就能养成一个新习惯？听起来很耳熟，也很合理，对吧？很多人就把这个逻辑套用在离开一段有毒关系上，告诉自己就21天撑过去就好了，然后第22天破功了。紧接着来的不只是难过，是一种更深的自我怀疑。21天我都撑不住，我是不是真的太脆弱了？别人怎么看起来都好好的，为什么只有我做不到？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21天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桑木的频道，简单说一下影片的背景。这个系列我们在谈一件很多人说不出口的事，从一段有毒关系里脱身之后，为什么那么难真的离开？前几集我们谈了荣格阴影与投射的觉察阶段，谈了神经科学，谈了戒断反应，为什么你的大脑会让你一直回头？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4集，我们要进入的是行动工具。3种场景，3道防火墙，加上一张让你知道自己现在走到哪个阶段的时间轴地图。就算你没看过前面的集数，今天这集也可以直接用。但在进入工具之前，我必须先破除掉一个很多人相信了很久的东西，就是那个21天养成习惯的说法。这个说法错得很特别，它错的方式刚好会在你最需要撑住的时候，让你觉得自己失败了。我们先来看这句话是怎么来的。21天习惯养成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一位美国整形外科医师麦斯威尔马尔兹 Maxwell Maltz。他在1960年代观察到，病人在手术后大约需要21天才能适应自己的新外貌。就这样，这是一个整形外科的临床观察，不是心理学实验，更不是神经科学研究。但它被广泛的引用，大量的转述，被放进无数本励志书里，最后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人去追问出处的常识。那真实的数字是多少呢？2010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菲利帕莱利 （Philippa Lally） 带着他的团队追踪了96位受试者，长达12周，专门研究一个新行为要花多久才能变成不需要刻意去想的自动化习惯。结果是平均需要66天，而且这96个人里面，最快的18天就养成了，最慢的要到254天才真正内化成习惯。每个人的速度差距最大可以到将近14倍。你知道这个数字对你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如果你在第21天破功了，你不是失败，你只是走到了平均路程的1/3。但21天神话不会告诉你这件事，它只会让你在第22天觉得，我连21天都撑不住，我大概就是这种人。这个念头才是真正让你停下来的东西，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拿了一把错误的尺在衡量自己。现在我想让你看一张地图，这是大脑在戒断期会走过的4个地形。我用口述的方式带你走一遍。第一个区域叫做急性期，大约是第1到第3天。这个阶段多巴胺骤降，皮质醇飙升，你的身体真的在经历类似断药的生理反应。这个时候最常见的行为陷阱是主动联系对方，或者反复查看对方的社群。第二个区域叫做撞墙期，大约是第7到第14天。这是整个时间轴上前额叶抑制功能最弱的阶段。白话说就是你的理性刹车在这个时候最不灵。常见的陷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只是看看他有没有发文，不会联系的。
第3个区域叫做重组期，大约是第21到第30天。这个阶段特别危险，原因刚好相反，你开始感觉好一点了，神经回路正在松动，急性的痛苦减弱，你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已经过了最难的一关，然后降低防备。第4个区域叫做稳定期，大约是第60到第90天，新的神经回路开始真正建立。不是说这时你就能摆脱所有痛苦，而是那个连结对你的控制力在这个阶段才会开始实质性的松开。所以如果你现在处于第21天，感觉还不错，请你记住这句话：感觉好一点不等于已经过了，它只是代表你从急性期走进了重组期，后面还有路要走。第21天的感觉最危险，你以为自己好了，其实是撞墙期结束了，给你一个假平静。大脑在这个时候最会说谎。好，地图看完了，现在我们来谈工具。这个系列里有毒关系大致可以分成3种场景：亲密关系、职场关系，还有原生家庭。每一种场景的限制条件都不一样，所以对应的防火墙逻辑也不一样。我们一个一个来。第一种，也是最多人正在经历的亲密关系的阶段。很多人在尝试切断亲密关系的时候，用的策略是减少联系，少传几封讯息，少看几次他的社群，见面次数从每周变成每个月。听起来很理性，慢慢来嘛。但这个策略在神经科学上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你有没有听过间歇性强化 （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这是行为心理学里一个很古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史金纳 B.F. Skinner 透过动物实验发现的。当一个奖励不是每次都出现，而是偶尔才出现，反而会让行为变得更难停止。赌博会让人上瘾，不是因为每次都赢，是因为不知道哪一次会赢。这个机制在亲密关系的阶段里是这样运作的：你偶尔传一则讯息，对方回了，你感觉好一点。下次你又忍了很久，终于没传，但脑袋一直在想，他有没有发现我消失了？再下次你破功了，传了，对方没回，你更难受了。每一次偶尔的接触，不是在帮你缓缓退出，反而是在重新启动那条让你依赖这段关系的神经回路。减少联系不是在戒断，而是在用更慢的速度继续喂养那个瘾。所以第一道防火墙叫做零接触法则 （Zero Contact Rule）， 不是减少，是归零。具体来说包含哪些呢？例如社群账号静音或封锁，不主动查看对方的动态，不透过共同朋友打听他的近况。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如果他传讯息来，我已读不回，这样算不算接触呢？算。已读代表你打开了对话，你的大脑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存在，那条回路就被触发了一次。如果可以直接封锁，不是因为你恨他，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现在需要一个真正干净的环境来重组。但我知道，道理都懂，问题是那个冲动来的时候，你坐在那里，手机就在旁边，你告诉自己就看一下，然后整个人就失控了。这个时候靠意志力压制是最没有效率的做法，因为你在对抗的不是一个念头，是一个已经被训练了很久的神经放电模式。神经科学研究者吉尔波特泰勒 Jill Bolte Taylor 的研究指出，一个情绪冲动从触发到神经放电的高峰，平均只需要90秒。90秒之后，如果你没有继续用想法喂养它，
那个冲动的强度会开始自然下降。所以第二道锁叫做延迟满足法，不是压制冲动，是在冲动和行为之间插入一个物理性的缓冲程序。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当你感觉到那个我想传讯息或我想查他动态的冲动出现时，不要跟自己说我不可以，这句话反而会让大脑一直回到那个念头上，而是给自己一个15分钟的物理行为指令，离开你现在坐着的地方，去倒一杯水，走到窗边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或者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做别的事。改变你的物理位置是打断神经放电链最有效的方式之一。15分钟之后，那个冲动的高峰通常已经过去了。你不是靠意志力撑过去的，你只是给大脑一点时间，让它自己降温。零接触法则加上延迟满足法，这2道锁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道锁是在环境层面上减少触发点，第2道锁是在冲动出现的当下给神经系统一个缓冲出口。2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防火墙，缺少任何一道，系统都会有漏洞。第2种场景，职场。职场的有毒关系和亲密关系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你没有选择要不要接触的权利。你不能封锁你的主管，不能静音你的同事，更不能在周一早上告诉自己，今天我决定不去上班了。所以这个场景的目标不是切断连结，而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我们要降低你对对方的信号价值。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信号价值。有毒关系里的操控型人格，不管是你的老板或主管，还是平级同事，他们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燃料来源：你的反应。你的情绪波动，你的防御，你的解释，你的愤怒，甚至你的眼泪，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讯号，都是在告诉他们，这个人还可以被影响。所以只要你还在反应，这场折磨就还会继续。你需要的不是对抗，是让自己变得对他来说无聊到不值得操控。这套方法有一个名字，叫做灰岩法则 （Grey Rock Method）。这个概念由美国作家唐纳·安德森 （Donna Anderson） 在2012年提出，最初是用来帮助长期与自恋型人格相处的人找到一种不正面冲突又能保护自己的应对策略。这个法则的名称由来很直接，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走在路上，地面有一块灰色的石头，你的眼睛会自动跳过它？它不是不存在，它只是太普通了，普通到你的大脑懒得多看一眼。灰岩法则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在有毒关系里成为那块不起眼的石头。具体怎么做？有4个操作方向。第一，回应简短，情绪平板。对方说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话，不需要反驳，也不需要解释。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给他一个让这个话题没办法继续延伸的答案。第二，停止分享个人资讯。周末去了哪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最近有什么计划？这些都是对方可以用来影响你，甚至拿来对付你的素材。你不需要说谎，你只需要说还好，没什么特别的，然后把话题带回工作。第三，不参与情绪性话题。办公室八卦，对某个同事的评论，有意无意的抱怨，这些都是陷阱。一旦你参与了，你就给了对方一个可以操控的把手。第四，把正向的情感资源留给值得的关系。
不是叫你在公司装死，而是叫你有意识的去选择，把你的笑容、你的热情、你的真实选择留给值得的人，不要在有毒关系里消耗真正的自己。拖延不是虚伪，是你在一个需要保护自己的环境里，选择不把能量浪费在不值得的地方。这两件事不一样。灰岩法则的应用在主管层和平级同事之间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如果对方是你的老板或主管，除了灰岩的4个操作之外，我建议同步养成一个习惯：文件留底。每一次重要的指示，每一次不合理的要求，每一次你觉得这个不太对的对话，用文字记录下来。不管是寄一封确认信给自己，还是在备忘录里写下时间和内容，这不是为了对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基础建设。当你的大脑正用巨大能量应对情绪压力的时候，文字记录就是你给自己留下的一条清醒的线索。如果对方是你的平级同事，灰岩的重点要放在社交重心的转移上。你没有办法假装那个人不存在，但你可以主动选择在哪些关系里增加投入，找到办公室里让你觉得安全的人，多一点互动，多一点真实的交流。这不只是为了让你在职场里有支撑，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正向的社交连结会刺激催产素 oxytocin 的分泌，而催产素是大脑对抗慢性压力最天然的缓冲剂之一。你不是在逃避问题，你是在主动替自己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神经化学基础。所以职场这道防火墙的逻辑是这样的：你无法控制对方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要不要继续成为他操控的对象。灰岩法则不要求你假装快乐，不要求你忍气吞声，它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把你真正的自己保护起来，留在值得的地方，留给值得的人。第3种场景，也是3种场景里最复杂的一种，原生家庭。在进入工具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如果你现在感觉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重，听到原生家庭这4个字就有点喘不过气，或者有一个声音在你心里说，但那是我的家人啊。你不需要假装那个感觉不存在，那个重量是真实的，而且它比前2种场景都更难处理。不是因为你不够勇敢，是因为这个场景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比其他的复杂。复杂在哪里？第一，你没有办法真正切断血缘、成长记忆和文化对家的定义，这些不是封锁一个账号就能处理的东西。第二，在华人社会的文化语境里，孝顺这个框架会让你在设定任何边界的时候都要额外对抗一层罪恶感。不只是华人社会，从日本到韩国，整个东亚文化圈对家族义务的集体要求，都让我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家人伤害这件事变得格外难以启齿。不是你太敏感，是你同时在做2件事，一边试着保护自己，一边对抗一个从小就被内化进来的声音在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这2件事同时发生，当然会很耗力。所以针对原生家庭这个场景，我们不谈切断，我们谈的是资讯节食 （information diet）。资讯节食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你没有义务把自己的全部都开放给一段让你受伤的关系，就算那段关系是家人。这不是惩罚他们，也不是在宣告你有多受伤，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边界设计，让你可以继续维持表面的连结，同时不让那个连结继续侵蚀你的核心。资讯节食分成3个层次，
由外到内，一层比一层更深。第一层是物理资讯的管控，你透露给家人的生活细节是可以选择的。换了工作，交了朋友，有了新计划，最近碰到什么困难，这些你不需要全部都说，不是说谎，是选择性分享。当对方问最近怎么样，你可以有一个准备好的答案库，例如还不错，最近比较忙，都好，你们那边呢？简短温和，却把话题带离自己。这不是冷漠，这是你在替自己留一个不被介入的空间。第二层是情绪资讯的管控，这一层比第一层更难，因为情绪是最难藏住的东西。但我想让你观察一件事，在让你感到有毒的家庭关系里，有没有一个规律是这样的：只要你一展现出脆弱、批评、建议或者否定，就会立刻涌进来。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种边界入侵的固定模式。你的情绪对某些家人来说是一个入口，一个让他们可以介入、评论甚至控制你的入口。所以资讯节食的第二层不是叫你变得冷漠，而是在这段关系里选择不把你真实的情绪状态暴露出来。你可以难过，你可以愤怒，只是不要在这里展现。第三层是期待资讯的管控，这一层是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你有没有在某个关系里一直带着一个没说出口的期待？如果我表现得够好，他们有一天会理解我的。如果我解释得够清楚，他们应该会改变的。这个期待本身是一种资讯，它让对方知道你还在等待，还在尝试，还在把改变他们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而只要你还在等，这段关系对你的消耗就不会停。资讯节食的第三层是停止释放我还在等你们改变的讯号，不是放弃，是把那个等待的能量还给自己。除了资讯节食，还有一个配套策略叫做灰色拜访 （Gray Visit）。当你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面对面的接触，像过年、家族聚会，或者你没办法拒绝的场合，你可以在接触之前做2件事。第一，缩短接触的时长，并提前准备好离场的理由。不需要是很大的借口，等一下还有事，今天要早一点回去，就是给自己一个可以主动结束接触的出口。第二，在接触结束之后，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恢复仪式。不管是回家之后泡一杯你喜欢的茶，出门散散步，还是给自己半小时什么都不做，这个仪式的作用是告诉你的神经系统，结束了，你现在安全了。仪式不需要很复杂，它需要的只是固定和一致，让大脑可以把这个行为辨认为已经从那个环境切换回来的讯号。我想在这个段落的最后说一件事，原生家庭的议题，很多人走了很多年还没能走出来，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因为那个伤扎得比其他的都深。资讯节食无法让一切立刻变好，它只是给你一个方法，让那个消耗慢慢的停下来，让你可以开始把能量用在别的地方，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好，3道防火墙都给你了。亲密关系零接触法则加上延迟满足法。职场关系灰岩法则，主管层搭配文件流理，评级搭配社交重心转移。原生家庭资讯节食3层次，加上灰色拜访的配套。但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跟你谈一件事，一件比这3道工具都更重要的事。假设你今天把这支影片看完了，你决定试试看零接触法则，然后你撑了12天，
第13天破功了，你传了一则讯息。接下来你的脑袋里会出现什么声音？大部分的人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我前面12天全部白费了，我果然做不到，我是不是就是这种人？我今天要告诉你，这个声音才是真正需要被处理的东西。在认知行为治疗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简称 CBT 里，有一个思维模式叫做全有全无谬误 All or Nothing Thinking。 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你的大脑把所有的结果都压缩成2个选项，完全成功或者彻底失败。撑了12天破功了，不是我撑了12天，是我失败了。做到了9成，不是我做到了9成，是那1成我没做到。这个思维模式在戒断期里特别容易出现，因为你的前额叶本来就在高压状态下运作，而全有全无谬误是大脑在资源不足的时候最省力的判断捷径。这个思维模式不是你天生的缺陷，它是你的大脑在偷懒。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破功不等于归零。每一次你尝试，不管最后有没有撑住，你的神经回路都有留下痕迹。每一次的尝试都在让那条旧的回路多松动一点点。所以我想请你重新定义一件事，戒断成功不是从今天起再也没有破功过，成功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撑得更久一点，哪怕只多了1天，只多了1个小时，那都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发生的真实改变。上一集我给了你一个睡前备忘录，把今天让你感觉最耗损的一个时刻写下来。如果你那天写了，你已经开始重建的第一步了。今天我再给你一个微行动，下次那个冲动来的时候，不管你最后有没有撑住，在那之后拿出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下这一句话：这次冲动来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在哪里，我撑了多久。这不是为了评判自己，是为了让你的大脑知道，有一个人在认真地看着这个过程，那个人是你自己。这3个场景工具，你觉得哪一种在你的生活里最难处理呢？是亲密关系的零接触，还是职场里的灰岩，或是原生家庭的资讯结识？留言告诉我，也让其他正在走这条路的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这个系列还没有结束，下一集我们要往更前面走。在你遇见那个人之前，你的大脑其实已经替你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值得我们好好看一次。订阅的按钮在下面，每周我们都会继续拆解那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桑木心理观察站，我们下集见，拜拜。